离析。错与不对，不是同等距离，爱与不爱都是心虚。我可以原谅，但我学不会忘记。爱可以重来，却无法擦去记忆。掩盖了痕迹，却残留它的气息。别问我说道歉，你要带着诚意和说不出的秘密。哥，到时如果一到巴黎发现有什么东西不见，我打个电话给你，你帮我寄过来好不好？嗯。哥，你放心，当我们到了巴黎，一切都安顿好了，我会叫妈妈也带你过去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我们是两兄弟。对了，那是你给我的限量版模型，我也要带去巴黎，那是我最喜欢的模型。奇怪。为什么不见了？哦，那天妈妈在收拾的时候，应该放在储藏室里了，是吗？好，那我去看。哎，哥，你不要玩了，开门！哥，哥。哥，开门！哥，表姨妈要来载我了，我要去机场了。哥，快点开门！求求你别玩了，哥！哥，快点开门！妈妈在机场等我。哥，开门！哥！喂，怎么这个时间打来？你那里不是半夜吗？哥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你把我留下来？明才，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没事了，我已经原谅了你。以后我永远都是好兄弟。根据 Andy 豆的口供呢，他们两人是大学同学，最近还有一些生意的往来。他告诉我们，事发当时是方小姐前去接他的，并且对方还意图谋杀他，所以才会发生这一次的交通意外。他告诉你们，他不是昏迷吗？他昨天已经醒过来了，而且也转到了普通病房，他的精神现在已经渐渐的恢复中。
你想回到什么时候？我想回到自己做那个决定前，有可能现在的一切都不会发生。热，有没有看到小磊？小磊他请了半天假，你们不是在交往吗？他没告诉你啊？小磊有说他为什么请假吗？没有啊，只是说有点事要办。林杰，问老师，有事吗？有一封信是给你的，给我的。应该是他们前2天派错了给我，可能因为你不是学院的教职员，他们不认识你，就派到我那里了。谢谢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间这学期就要过去了。接下来你是计划回法国了是吗？应该吧。你有考虑留下来吗？学生们都很喜欢你。要是你愿意留下来，我们学院随时欢迎你加入。真的？当然，要是你决定留下，记得要提前告诉我，工作的事我来帮你安排。那我就先谢谢你了，校长。是戴校长。知道的事。好瓜。小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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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磊。
江小磊，怎么来了？是你害死了表姐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现在是爱心意图谋杀我。不过幸好老天开眼，我好人有好报，福大命大，让我活了下来。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是真的傻，还是假的笨？到现在你还不知道爱心和英才到底背着你做了些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那天发生的事，都是爱心和英才安排的，我只是受了委托。这就要怪你自己啊！谁叫你和英才走得那么近？你表姐从小就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追求她的人多的是，但她偏偏爱上了袁英才。可惜，她发现自己的男朋友好像对感情不专一，还喜欢上了自己的好表妹。这口气，家怎么吞得下？所以她要我无论用什么方法，都要把你追到手。所以你就迷奸了我，还拍了我的裸照，放上网。我只是照着你表姐的指示做事，她才是加害人。这一切都是她在幕后策划的，我只是配合演出罢了。这女人还想把一切归咎到我身上，陪她一起去死。最该死的其实是她。住口！你以为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吗？你在干嘛？我在收拾电子垃圾，打算明天拿去电子垃圾回收站。哦，那你慢慢收了哦。我约了老公吃饭。这么快就改口叫老公？哎呀，习惯一下嘛。那你有没有什么电子产品是不要的？我明天帮你一起拿去回收站。多了。哎，英才来接我。我的电子垃圾是在我的办公桌上面的柜子，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哪一些是可以丢的？快去吧，别让你的老公等太久。谢谢你哦，那我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玩得开心点。里面的资料，表姐不知道有没有清掉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不如帮她打开手机检查。不是表姐的生日，果然是英才的生日。表姐真的是什么都以英才为先，这表姐真是糊涂。手机里还有这么多东西没清楚，还要我拿去回收。表姐，怎么会有这个？安排好了，明天我们8点会到餐馆。OK，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，一定会让小磊服服帖帖，以后都不会跟你抢男朋友。原来几个月前就知道，那你为什么迟迟不揭发？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只是想让你们自食其果，为你们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。所以才假装什么都不知道。
您现在总算明白了，现在是时候让你付出代价。哥，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不要，小磊，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冷静一点。我很冷静。这种人渣，我今天就要亲手解决他。你杀了我也没有用，你表姐都死了。是，表姐已经死了。我杀了你，她也不可能再复活。但是至少我不会让像你这样的禽兽继续杀害别人。小磊，你听我说，你冷静一点。你看，我刚刚说到爱信寄给我的信。小磊，是真的。这是爱信临死之前寄给我的。当你们看见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不在了。5年前，我和英才让 Andy 做了一件对不起小磊的事情。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枪决了我。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我们的想象，但是对小磊的伤害还是已经造成了。我以为这个秘密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，直到这件事情被小磊发现了。小磊知道我背叛了他，我看着小磊深陷痛苦，她从一个善良、单纯的女孩变成了一个时刻害怕，并且想要复仇的人。表姐，我今天忘了带一个要交给校长的橘色文件夹，你可不可以帮我送来学校，在我房门边的橱柜？这不是我那天吃了过敏的头痛药吗？小磊怎么会有这个药？难道那天的药是小磊换的？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。可是我始终没有勇气当面向小磊坦诚一切，于是我只能配合小磊，假装不知道他的复仇计划。我没有资格要求小磊原谅我，我只希望自己可以让小磊不再受到伤害，不要继续陷在痛苦的深渊当中。我以为英才死了，一切可以重新开始。可是 Andy 的突然出现，让我注意到小磊的噩梦还没有结束。既然噩梦是从我这里开始，也应该到我这里结束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I love you。我对不起英才，也对不起小磊。
英姐，我走了以后，请你替我好好照顾小磊。我希望他可以忘记我对他做的一切，好好的活下去。是他，他想要杀我。没事了。帮警官说，他们已经扣留了 Andy， 协助调查当年他对你做过的事。至于你袭击 Andy 的案子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询问了律师，他说考虑到你的情况比较特殊，应该可以向法官求情，从轻发落。我不想逃避，做错事的人是我，该负的责任还是要负的。想问什么就问吧。你跟英才之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爱心会误会你们？江小磊，你敢不敢接受我当你男朋友？英才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跟你开玩笑的。我不觉得好笑。对不起。我只是想要帮我哥哥测试，你对他还有没有好感？请你以后不要做这么无聊的事，我要去上课。小李，生日快乐！英才，我是英杰。你不是在法国吗？英才把所有的事告诉我了，我是特地回来新加坡找你的。生日快乐！你还记得？你的大小事我都不会忘记的。那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？英才告诉我的。对不起。干嘛突然跟我说对不起啊？我不知道你爸妈出了意外。当时我在机场等你，你没出现，我还以为你拒绝了我。当时我脑袋是一片空白，根本没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情。一天之间，我失去了爸妈，我后悔为什么？那天我没有跟爸爸妈妈好好道别。怎么样？这里的食物还不错吧？Ce n'est pas mauvais。
mais c'est super salé。嗯，我的法语不标准吗？我是不是说错了？不是啊，你说的很好，我只是一时没听清楚。这里蘑菇汤很好喝，多喝一点。我还是比较喜欢本地美食。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带你去 food court 吃的食物吗？当然记得，都很好吃。你为什么要扮成英杰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就是英杰。我第一次带英杰去的地方不是 food court，是小贩中心。是小贩中心，我刚才说错了。那你告诉我，我刚才那句法语是什么意思？你说这里的食物很好吃。我是说，食物不错，但是汤有点咸。对，我是英才。你觉得这样子很好玩吗？我是真的喜欢你。表姐这么爱你，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表姐吗？我也是情不自禁的。可能我跟英杰是孪生兄弟，心灵相通的关系，我才会对你产生跟我哥一样的好感。够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你不觉得你的理由很荒谬吗？对不起，不要跟爱心说这件事。我不会告诉表姐。这一次，我就当做什么也没发生过。但是如果再有下一次，我一定会告诉她。最好不要再让表姐受到伤害。后来，我从同学口中知道，原来那天表姐有来大学找我。她应该是看到了我和英才在一起，才会误会我们的。我猜英才是为了报复我，想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一直没告诉我，你跟他是认识的。表姐应该也是听信了英才的一面之词，以为我背叛了他，起了嫉妒心，才会这样对我的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是在英才死前的1个月，我无意间在表姐的旧手机里发现了我的裸照，还有她跟 Andy 之间传的讯息。那你为什么没有直接向爱心问清楚？我当时很生气，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，我更没有办法接受，为什么自己一直以来最信任的人会这样对我。我出事的那段日子，是表姐陪着我一起走过我最黑暗的时刻。我没办法继续学业，还是她介绍我到美术学院工作。我真的很感激表姐，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原来我所有的痛苦，一开始就是她造成的。这段日子，她只是在我面前演戏，是你具有了报复之心。为了让她尝到我的痛苦，我就利用了安娜的事情，所以你就破坏了英才还有爱心之间的关系。事情一直按照我的计划进行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会闹出人命。我更没有想到的是，原来表姐早就发现了我的目的。我以为我的计划得逞，但原来
表姐只是一直假装在配合我，所以他杀了英才，然后你想要跟 Andy 同归于尽，就是为了赎罪。我以为让他们尝到我的痛苦，自己会比较好过，但原来并没有。我真的没有想过，英才和表姐会因为这样而丧命。谁也没有办法预测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如果我可以早一点放下，不要一直想着要报复，他们可能就不会死。你别这么想，你是这件事的受害者。但是我现在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人，就算他们不是我亲手杀的，他们也是因为我死。如果真的有人该为这件事负上责任，我才是真正的加害人。如果当时我没有欺骗英才，他就不会怀恨在心，后来也不会发生这一连串的事。所以到最后，我们都伤害了自己最爱的人。所以这件事应该到此结束。要怎么结束？难道一句放下，你就能什么都不在意吗？你能若无其事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并且毫无负罪感的生活下去？你能担保你每次看到我就不会想起英才是因为我被杀的？你不会忘记我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吗？你真的能忘记所有的一切吗？妈，这些都是英才的衣服，看起来很新，我想要拿去捐。好啊，等东西收拾好了之后，我们一起送去捐献中心。对了，关于房子的事，我已经委托了一个房屋经纪处理，这2天他会来看一看，到时找到买家，他会通知我们。怎么了？又想英才了？感觉上，等东西都清空之后，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。怎么会呢？房子
可以被清理，但是记忆没办法被清空的。有时候我还是会想起我们一家人一起生活的情景。我跟英才一起瞒着你撒过的谎，做过的坏事情。你们还真以为可以瞒天过海？难道你什么都知道？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事，我就不拆穿你们。你们两兄弟当时还洋洋得意的以为自己得逞了，所以你就躲起来，偷偷的笑。那些话要怎么办？这是英才的最后一幅画，只可惜他没机会完成。不如你帮英才完成这幅画。我，你们是孪生兄弟，不是有心灵感应吗？画画的目的不单是欣赏美，看一个人的画作，可以看出画家当时在作画时的心态。为什么要骗我？说来，他都是骗我的。我为什么这么喜欢骗我？一个人画的图像，是他潜意识中情绪的表达。看英才的画作，可以感受到他在下笔时的犹豫，或者是他无法下笔时的痛苦。对不起。所以在他的画作上，可以看见用了比较强烈的颜色，以不同的短线和极快的画力度来表现他无法面对的良知、内在的冲突和想逃避自责的感受。有什么难题？留不留我们有什么可惜？我希望你可以通过英才的画作修补你自己的遗憾，然后学会放过你自己。爱与不爱都是心虚，我可以原谅，但我学不会忘记。爱可以重来，却无法察觉记忆，掩盖了痕迹，却残留它的气息。别忘了说道歉时，请带着诚意。回来新加坡这么久，感觉好像没有好好的看我出生的地方。其实我也是，在这里住了20几年，这里也应该是我最熟悉的地方，但我从来没有认真的看过这座城市。总是这样，在自己身边的
都会被自己忽略。是啊，有些地方，有些人，你感觉摸清了，但其实都不懂。有谁都能真正认识一个人？有时候，我们都未必懂得自己。一个人的内心，鬼使神差，有时候我们会做出一些自己都没有想过会做出的事情，甚至伤害到我们身边最亲的人。而当你觉醒的那一刻，那随之而来的悔恨，就会跟着你一辈子。你信不信，双胞胎会有心理感应？那天观音才完成他死前的那幅画的时候，我仿佛感受到了他作画的心态。我知道那个时候，他正在挣扎，还有，他一直想要回到过去，重新开始的。或许就是因为这样，他才把家里和手机里跟过去有关联的事物都清除了。他死前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说他原谅我了。我知道他是希望我可以从愧疚里走出来，所以为了他，为了我妈妈，为了我自己，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生活下去的。我相信你一定也可以的。那天你问我有没有办法把一仔的事情忘记，我在家想了很久。其实你说的对，在短时间内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把一仔的事情都忘记。但我相信，只要我努力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办得到。你呢？我再过2天，我就要回巴黎了。我想跟你再玩一次敢不敢的游戏。你敢不敢跟我回法国？跟我到那里一起重新开始？想不想我都无法逃避，走不走我只等你说一句，忘不忘我都无法抽离，见不见我们都无法离析。错与不对不是同等距离，爱与不爱都是心虚。我可以原谅，但我学不会忘记。爱可以重来，却无法察觉记忆。掩盖了痕迹，却残留它的气息。别忘了说道歉时，请带着诚意。看不看都是一个